大家好，美股今天走出了烟花行情这个 CPI 的数据看起来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很多朋友发现这个段时间踏空了。我们在周末的视频中跟大家分享了两边的观点。一方面，我们知道市场上出现了极强的反脆弱性，就是面对这些所有的坏消息都跌不下去，大量的资金在那儿撑着，在这买入，而且市场这个反弹它的深度的回补或者深度的弹起的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这是一个底部或者是牛市出现的这么一个状态。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现在市场的周线级别的重要阻力位，我们可以看到通胀并没有快速的下去，货币政策仍然在不断的加紧，加上很多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里可多可空。我们作为一个散户投资人，没有必要在这种非常复杂且看不清楚的时机进场做另外一边进行押注或者赌博，而是耐心等待这些事件出来之后，找到比较简单的或者说非常高性价比的这种交易，还是我们应该去做的。那么我们将如何找到这样高性价比的交易呢？我今天会给大家分享。那么有些朋友说要给出今天的结论，那么今天的结论我们就跟大家分享的是，这里走出的是多头行情，那么我们已经可以找到一个非常近的止损点。那么后续如果这个止损点这一根线和这个位置一旦出现形态上的强力的跌破，我们会转手做空。这就是我的交易计划，它不是一个猜顶猜底或者说是预测多或预测空的。如果您只是寻求一个所谓的结论，那么今天呢，这里您就可以关闭了。我们在后面我会跟大家分享我在这里面详细的分析。好，让我们开始吧。好，第一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两天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交易不是非常频繁，但是昨天呢，我看到了一个4个指数共振的图，我在这个群里分享给大家了。那么这个共振图是什么呢？是在昨天临近收盘前的2个小时，这是小时图。那么小盘 IWM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NDX 这两个加上标普还有道琼，那么标普呢比他们稍微早一点，然后道琼是晚了1个小时。那么在最后的3个小时中，4大指数全部出现了这种上涨的这么一个潜在的信号。那么我在这里面一定是大幅的降低了我看空的这样的仓位这是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的这么一个判断。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针对这个走势将如何去判断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非常有用的看盘的这么一个方法。那么我们看到，先看一个1分钟的走势。那么1分钟的走势的话，我这里用的是现货，就不再用期货了。1分钟的走势，大家注意，我们是盘前，它盘前这里就是拉上去了。那盘前拉上去之后，1分钟的走势，这里面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口。那么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如果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行情，那么在开盘后，大家看这个时间，对吧？这是9点半，东部时间9点半，9点半到10点半，这是非常重要的时间。那么开盘后，它就应该跌破开盘的低位区间。那么确实跌破了确实这里跌破了。那么如果直接假设说我们今天日内，我给大家说一个非常简单的看盘方法这是开盘上的一个低点，那么这是开盘上的一个高点。如果这个地方快速的这么一个跌破，直接就下，那么今天很可能就是一个超大的一个反转日，形成一个假的突破。但是日内的话，这里形成了什么呢？这里形成破线翻之后拉上去了，拉上去之后它就突破了整个开盘最重要的这个开盘的区间。哇，这个开盘区间又称 O2 战法，在我们的课程中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么之后就是一天就是一个盘整了，那这一天就是一个盘整。那后面会不会有一个回调呢？会有，它是缓慢的回调。那么缓慢回调之后，还会有引诱空仓进场或者空头进场进行补杀，也就是我们传说中所谓的一个熊套那么如果大家看不清楚呢，换成白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熊套是现在今天走势的这么一个
状态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回到日线上，那么今天日线上是一个突破。我今天呢给大家贴了非常简单的图。那么我们在这里的交易就可以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了。那简单判断在哪里呢？首先我们来看标普的期货这个比较连续。那么我们用我们的系统进行判断。我们上次说了，这里的紫色带一定是一个阻力，它在这儿就横盘住不动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这里面在周线上是一个阻力，我们在周线图上看。那么面对是阻力位置，面对层层的均线，我们呢作为一个交易者，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是主动在这里进行减仓，我们呢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不应该在这个上恋战，减仓是最好的一个策略，那么我们看到，大家看这里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简单判断也知道这里是非常重要的阻力位。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个关键的阻力位之前，而且这里有事件，我们应该选择的就是躲避。我觉得躲避现在回看仍然是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要不是说这个地方涨了就要说涨好这谁买多了去马后炮，而是真正在这个位置上去判断这个位置判断在当时的决策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决策，而不是以结果去论，我猜多结果多了我真厉害，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周线上这里强阻力，那今天这个阳线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支撑上来了。那么今天是礼拜几呢？今天是礼拜二今天是这个礼拜三，说错，今天礼拜三，我们还有2天，这周就收完了。那我们要看看周四周五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撑住，这个是位置上撑住。那么我们也看到纳斯达克已经回到了牛市的这个区间，那我们就可以说，那可以按照牛市的一个操作。那按牛市的操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安心的去做一些去更多的去选择个股和选择赛道不用特别担心市场中非常大的回调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问题牛市的波动比较小，更多的是寻找阿尔法，寻找所谓的配置那么这是我们牛市该做的。而对熊市来说的话，波动非常大，更多的是选择保护我们的本儿，保护我们的钱好，那我们看到这是标普，那我今天呢已经在这里给大家画了一个图那我直接拿出来，就是一根线战法，画到这儿，这根线画出来了，都没到这根阳线的一半，那就在4180左右，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判断多空的。那么它这个位置上如果回调盘整，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做多的机会。如果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头进行小突破，那么这个位置上会形成关键的阻力。所以不管是多还是空这条线画出来了以后，它的决策就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简单。大家看这样的话决策就会非常的简单。我在这里给大家画了，包括纳斯达克我们在这里也画出来了，它会让我们的决策变得非常非常简单。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交易其实就好做了。我们在另外一方面看到这个 VIX 出现了一个崩盘式的崩塌来到了19这是一个非常低的低位。我们知道之前我给大家工具箱里分享过一个看空或者看风险的一个方法，就是看这个 VIX MACD 到零轴，那现在的话反而是零轴离零轴越来越远了。那么现在这一个崩塌呢，也是作为牛方比较利多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在我们这一根线有了以后，我们其实这里交易就比较容易了。那么就在这个位置上选择什么呢？只要这个地方不跌破，就它跌破了，我们选择多仓出掉进行一个止损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话，这样的机会也就出来了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我们来做 YouTube 面对的这个观众是比较相对来说多一些，很多朋友就是为了买在最低买在最低的可以，比如说根据这些信号买在最低，哪怕跟着信号买在最低，你其实真正上来的过程中，其实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拿不住才是最大的问题。就算你买的最低，你拿不住那么如果你真的比如说看日线的话，那等它变色，那这个位置上横盘以后，那你说没变色你就继续拿着也可以直到它比如出现一个卖出，或者说是等它变色，那么也可以。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认为这一段的判断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就是非常难判断。那么我们选择在这个位置上呢，现在已经出来了之后，那我会选择一些强势的做多的机会。我在周末的时候呢，分享了一个我觉得非常不错。那么今天的话，银行这个位置上，那么其实这个 C 的止损也出来了，C 的止损也出来了。那么我们看一眼最近的这段时间，哪些板块是比较强的，哪些板块是比较不错的。那我们在这个强势的板块呢，还是小盘比大盘强。那我们再来看小盘，小盘这里走出的已经不光是一个上涨波了，它走出了类似于一个 W 底的这种形态都已经出来了。那么对于小盘来说，我们把一根线画出来，我们都是来一根线，这根线都是我们的生命线或者叫牛熊转折线。那我们把小盘的这根线也画在这儿，你看这个低点，也就是 W 底的颈线和之前多次被这个测试过的这条线又成了这个 W 底的。那我非常希望它有什么呢？它有一个温和的盘整或者回调在上，这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它这里形成了一个向上拉升之后的快速贯破，那么这里面我就知道它还要往什么？往这个低点去那么往这个低点去。那么不管是怎么走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位置上你判断的难度又大幅的降低了，那我们又仍然可以更好的去操作。所以我觉得大家首先在交易过程中要知道一个心态比如说其实这里我能看到矛盾点，包括债市表现一般，对吧？包括我们说很多的这个强势部门，其实呢都是什么呢？都是这些什么小的这个生化呀，还有太阳能这些就是偏小偏炒作的这个或者是成长股是比较多。但是大家知道成长股一般先启动也是牛就是熊转牛，或者说熊转牛，或者是底部翻上来的这么一个特征。那么像 ARK 的话，我们也可以用一根线对它进行一个那这就出来了。那现在这个位置上，大家看成长股在这个位置上也是处在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阻力区间。那么 XBI 我们多次强调 XBI， 我的仓位在94这个位置上出掉了以后，那今天又回来了。我是看这样，只要这里不跌破，这个区间不跌破，它的趋势仍然是延续向上的延续向上的。那么所以我们再看的话，就是希望它怎么样呢？希望它在这个位置上盘整之后，慢慢又上去，慢慢又上去。那这样的话，这个趋势一旦走好之后，任何的回调它都不会再回来这些低点了。那么这就是属于一个从熊市转向牛市的这么一个突破，熊市转向牛市的这么一个突破。那么我们看到 XLC 这些都不行那么整个比较强劲的，大家看都是什么软件类的，对吧？云软件，那半导体本来是还可以，但今天回调之后这又拉回来了，本来是守势3日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它半导体的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就是之前这有好多人套牢嘛，所以说它在这儿测试过3次，这条线大约 SMH 大约240左右是测试过3次，所以说3次之后，这里有很多人在这儿买的，对吧？在这儿买的，它其实在后面是套牢了，所以这个地方有卖压是非常正常的。它可以在这儿进行继续的一个震荡，所以我们之前看到了今天是放烟花行情，而且今天日内这高开横盘，市场是非常非常强的。你可以错过任何行情，但不要做错。而且我们在交易过程中一定找到损益比非常合理的，还更好。那我这个抽股的话说了好多遍。那我们再看我们最近的话，然后2个20天和5天都比较强的话，那么现在就是小金属生化。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还有就是生化，还有呢就是新兴金融。那么有没有更改呢？像 ITB 是一个转强 ，ITB 在这里转强了，因为这就是跟利息相关的。利息相关的，一旦怎么样走出来之后，这里就是一个横盘开始走强。所以我能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面对现在这个环境，我不认为说面对这个环境应该去大举的做空，但是我开始也会囤一些长期的看空的仓位，对我呢未来做多做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如果没有一些仓位做一个保护，
后面做多的话，你肯定会拿不住，那么这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如何判断趋势啊？我们说判断趋势顺势很容易，那现在这个位置是熊市还是牛市啊？有人说是牛市啊，有人说是熊市，你说不清楚啊，对吧？那么既然说不清楚的话，我们不如把思维放的现在简单一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几个我们重要的判断趋势的方向。在日线上，我们说了这个位置是一直走多的，而周线上它是一个重要的阻力。那么日线上，如果所有的均线跟上一次不一样，上一次这个地方是直接灌破了，那3月那次，那么这次发散了以后，如果能在这些均线慢慢弄上去，哪怕这里最后有一个盘整，最好有一个盘整，那么这些均线真的弄上去之后，它发散开了之后，我们整个的牛市就需要回来。而且呢，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判断，就是你在牛市出来之后，它的任何回调，你都可以作为一个买入的方法，你也不用特别担心，这样就可以漏得进去了。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仍然要判断这里多和空。你多空的话，那么日线就是按多做，而周线的话，现在来了关键位置，我们要看周五收了之后怎么去做。然后再回到我们整个的 ER， 大家发现 ER 的分化是非常厉害的。ER 好的会涨非常多，ER 不好的呢就淘汰掉，这也是市场上做分歧的一种。比如说看 Roblox 今天是涨上去了，但是它整个的 ER 是什么？是比较一般的。那么你看到这个像 TDD 的话，一直都是热门股。那么加上现在的环境，可以看到环境与这个情绪都在。那么这里的一个 early buy 这里 early buy 之后，没想到就出来了一个非常强势的走势。那么这个走出来之后，你根本不用担心，等它在这横一下。或者说消化之后，它还有很多新的机会很有很多新的机会，因为整个一大波就被它已经消化掉了。那我们再看，包括亚马逊也是，它会在这里进行横盘，进行消化，因为大的股票不会说是那么快就会结束的。那么特斯拉这里面也是，它是在这儿进行一个盘整，而且这个盘整是在13日线和紫色带以上，其实呢还是偏强，所以整个今天的阳线看出来是比较强的。所以至少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去盲目看空保护好自己的财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好的，那么今天呢 CPI 之后的数据我给大家想完了。我们对4大指数中的3个指数都画出了一根线，而这根线都在非常小，也就1%左右的这么一个容错率。那么后面不管是上还是下，我们都有了跌破，比如说跌破换成空仓，而不跌破我们持续做多的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方法。那么这样的方法有了以后，我们这样交易的计划出来了，我们这样的交易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交易。好的，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拜拜。